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 Google IDX VPS 搭建 ARGO 节点的一个操作过程。有些小伙伴说搭建的过程过于繁琐。那现在勇哥发布 ARGO SB 脚本，按一次回车就能全部搞定。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GitHub 打开勇哥的 ARGO SB 一键无交互脚本这个项目。那这个脚本原先是为 IDX Google VPS 专门设计的，其他 VPS 也可以安装。那每次安装的时候默认它都会去下载最新的官方 Sandbox 内核以及官方最新的 ARGO 内核，支持固定和临时隧道的。目前呢，只输出 VMAX 协议的节点，其中聚合订阅的话有13个端口节点以及对应的优选 Bus IP， 包括7个80系无 TLS 以及6个443系开 TLS， 还有2个 IPv6 的优选 IP 等会儿我操作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那默认脚本就是这2个都可以默认安装的是临时隧道 UUID 以及主协议的 VMAX 端口呢是会随机生成的。那脚本呢也支持查看 ARGO 的固定域名以及固定域名的 token 以及临时域名，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卸载脚本，就是你上面的脚本空格再加上这3个字母。查看域名 token 呢是 AGN， 卸载呢是 DEL。那当然这里还包括可自定义的设置。那这些自定义设置的操作，我们具体会在之后的自建代理速成宝典的系列教程中呢，会慢慢说到这里只是提一下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打开 SSH 界面，然后进入 root 模式 sudo -i 回车，然后复制脚本，这2个都可以我们复制第一个，鼠标右键粘贴回车。注意，我就一次回车全部搞定。它会显示系统信息以及 CPU 信息，然后开始安装。先是安装依赖，然后由于我没有设置变量它的 VMAX 端口是自动随机生成，包括这个 UUID 也是自动随机生成。输出了配置信息非常的快，大概也就10秒钟左右时间已经出来了。我们拉上去再看一下相关的信息它是下载最新版本的正式版 Sandbox 内核 1.11.8， 然后下载 Cloudflare 的 ARGO 正式版的内核2025年4月份的，然后生成的 ARGO 临时域名。那这里的话 Sandbox 的内核以及 ARGO 的内核每次安装时它自动会寻找最新的版本，所以你后续的话这个版本号会慢慢的提升，会变化然后下面是输出配置信息配置信息我是这样设计的，对于喜欢单个节点的人来说，分为443系2个端口以及80系2个端口443系分别是443端口以及2096端口，它们都是带 TLS 的。下面一个是一个 IPv6 的地址注意 IPv6 的话，本地网络支持 IPv6 才可使用然后下面2个80系端口分别是80端口和2095端口，然后下面就是13个节点的一个大聚合，80系端口以及443系端口全覆盖。好，那我们先复制下面的吧，开头选中全部拉下来，拉到末尾，右键 copy 复制，然后打开 Vitory N 配置文件，从剪切板导入分享链接，导入 OK。 那这里的话就有13个节点，那我们全部选中，真连接测试肯定是都没问题的，因为我这里的话是开了 IPv6 的因为优选 IP 的话你可以随便改，它们之间的速度可能会有差距，那这个你要自己测试了。如果你本地没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 IPv6， 那你这2个 IPv6 节点肯定是-1不通的，这个大家要清楚那有些情况下你可能测出来的还是-1，那你可以尝试这个核心的类型，你可以切换 Xring 或者是 Sandbox 相互切一下测试一下，可能就通了，这个大家也要注意。那我这里随便设置一个 IPv6 为活动链接OK 右下角大家可以看到是台湾的这个 Google IP OK 我后台这里弹出了一下我看一下它有没有断应该是没有断的上个视频我也说过，原先测试的情况是后台全部关了，这个 VNC 退出的话至少可以用1个多小时。那有些小伙伴他还特地去测试
在我上期视频下方留言了，他是这样说啊，他这个前台保持连接状态一直开着，最多能持续24个小时左右啊，大概就是1天的时间啊。那我在想，如果你非要用它的节点，那你岂不是必须要准备一台设备，要长期开着这个网页界面吗？那这个的话，大家自己随意吧。那我觉得这个成本有点高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不推荐大家用固定隧道的原因啊。因为固定隧道你辛辛苦苦设置好，断联重置，一切回到解放前。所以说呢，临时隧道是非常适合它的。那节目最后呢，希望大家订阅、点赞、转发勇哥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